公司年会给每人发了一把保时捷钥匙模型打火机，我觉得会气，随手丢在了茶几上。结果刚从厕所出来，就看见老婆正拿着那把车钥匙发朋友圈炫耀。我刚想告诉她这是打火机，可下一秒她变了脸，把钥匙紧紧攥在手心。张伟，我们离婚吧。这辆保时捷是公司奖励给优秀员工的，也就是奖励给我的。你一个修车的，一身机油味，坐这车都嫌脏。丈母娘也在一旁帮腔，就是我女儿现在是豪车车主了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你别想分我的车，这钥匙在我手里，车就是我的。我看着那个拼夕夕9块9包邮的防风打火机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转身回房将准备给他惊喜的房产过户书撕得粉碎。既然你只要那个打火机，那这套市中心的大平层我就换个女主人住吧。柳如烟听到声音冲进来，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个保时捷打火机。张伟，你疯了？你在碎什么？没什么，一些没用的废纸。柳如烟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双手抱胸，下巴抬得高高的。哼，我料你也不敢碎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是不是你以前写的那些穷酸欠条？赶紧碎了也好，省得以后连累我。你别想打这车的主意，这车是我凭本事得来的，跟你这个修破车的没半毛钱关系。丈母娘王翠芬这时候也挤了进来，手里拖着一个编织袋，塞满了我所有的衣服和日用品。赶紧滚，别赖在我们家豪宅里，以后我女儿是要开保时捷的人，家里不能有你这种一身机油味的穷鬼。我看着这对母女，心里最后那一丁点不舍彻底凉透了。妈，这房子是我付的首付，贷款也是我在还。闭嘴！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女儿的名字吗？不是，那是婚前财产。现在离婚了，这就是我女儿的精神损失费。其实这房子是我全款买的，而且只写了我的名字。我每个月都往卡里存钱，是给柳如烟的零花钱。张伟，看在你伺候了我几年的份上，这房子里的破烂家具你想要就搬走，别说我没良心。但这辆车是公司给我的奖励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行，既然你们这么绝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离婚协议呢？赶紧签，净身出户，别想分我的车。柳如烟，希望这辆保时捷能载着你开往极乐世界。我直接签下了名字，拿起编织袋转身往外走。算，你就算吧。等我提了车，第一件事就是去你的修车铺门口漂移，让你闻闻豪车的尾气。嘿，晦气东西，走了连家里的空气都清新了。我走出单元门，外面的冷风一吹，我却觉得无比畅快，拿手机给助理打了电话，把市中心那套大平层的软装全换了，原来的看着恶心。好的，张董，需要安排车去接你吗？不用，我想走走。我前脚刚迈出单元楼，一辆改装的花里胡哨的鬼火摩托就带着刺耳轰鸣声停在了楼下。车上下来一个男人，手里捧着一束廉价玫瑰。我那个所谓的好哥们赵强，他说做金融的，其实就是个卖假保险、拉人头搞传销的混子。我下意识地退回楼道拐角的阴影里。没过2分钟，柳如烟就像织花蝴蝶一样飞奔向我，直接扑进赵强怀里。强哥，你终于来了。宝贝儿，那个废物走了。走了，刚签了字滚蛋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卧槽，保时捷，真是公司发的。那还有假，说是奖励给年度优秀员工的，价值100多万呢。赵强咽了口唾沫，贪婪地盯着那个打火机，又看了看柳如烟。嫂子，老婆，你真厉害，以后我就靠你养了。放心，这车以后就是咱们的代步工具。那个死修车的，一辈子也买不起这车的一个轮子。两人就在门口，当着来往邻居的面，旁若无人地啃在了一起。我站在阴影里，看着这一幕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原来早就勾搭上了，我一直以为赵强是来找我喝酒的，原来是来偷家的。强哥，为了庆祝我恢复单身，咱们去买块表吧。我看中那块绿水鬼好久了，刚好配你。行啊，还是老婆疼我。柳如烟掏出一张我的黑色的信用副卡，虽然我是修车工出身，但我名下的神行汽修集团早已是全省龙头。为了不让他起疑，我给他的这张卡额度只有5万。刷那个废物的卡，气死他！我冷冷地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掏出手机拨通了银行的客服电话。你好，我是张伟，挂失所有副卡全部冻结。挂断电话不到1分钟，楼道口传来柳如烟气急败坏的尖叫声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显示交易失败，余额不足？是不是那小子把钱转走了？该死，被冻结了！这个王八蛋动作怎么这么快？没事，宝贝儿，咱们有车，100多万的车呢，还在乎这点小钱？走，哥带你去兜风，咱们明天就去提车。对，明天提了车，我就把车卖了，咱们换现金。两人骂骂咧咧地骑着那辆破摩托走了。赵强想骗柳如烟的车和钱，柳如烟想用我的钱养赵强，这两个骗子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既然你们这么想提车，那我就帮你们把这场戏搭得大一点。刚走出小区没多远，我的手机狂震起来。请问是张伟先生吗？您妹妹张小雅病情突然恶化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，请马上来医院缴费签字，预交10万，后续可能还需要更多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挂了电话，我伸手去摸钱包，心却猛地一沉。我的主卡在我那件旧夹克里。我赶紧翻那个编织袋，钱包不见了，转身狂奔回前妻家。开门，柳如烟，王翠芬，开门。过了好半天，门才打开。叫魂啊，不是滚了吗？又回来干什么？
把我的钱包还给我，里面有张银行卡，那是我妹妹的救命钱。什么钱包？没看见。哟，这不是前夫哥吗？怎么后悔啦？想回来跪求复合？柳如烟也走了过来，手里正拿着我的那个旧钱包。张伟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离婚协议都签了，这屋里的东西都是我的，包括这个钱包。柳如烟，那卡里有30万，是我给小雅存的手术费，她现在在 ICU 等着救命，你把卡给我，其他的我都不要。救命！那个病秧子还没死呢，死了正好，省得拖累人。就是那种病就是无底洞，死了那是给社会减负。嫂子，这钱正好拿来给咱们的保时捷做保养，豪车保养可贵了。你听听，强哥说的对，这钱我要留着给我的豪车加油。你妹妹的命值几个钱？你们这是杀人！我猛地往里冲，王翠芬抄起扫把朝我头上劈头盖脸的打下来。抢劫了！前夫入室抢劫了！打死你个不要脸的！赵强一脚踹在我胸口，滚！再不滚我报警了，弄脏了我的地板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我捂着胸口，看着这3个如同恶鬼一般的人，这一刻，我心里的最后一丝人性光辉被彻底掐灭了。好，这笔账我会让你们100倍偿还。我转身下楼，一辆黑色的迈巴赫悄无声息地滑到了我面前。张董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谁干的？去医院，先给医院转200万，用最好的药，请最好的专家。是，马上安排。我靠在真皮座椅上，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全是柳如烟那句留着给豪车加油。既然你们这么想要那辆车，那我就送你们一场终生难忘的提车仪式。小陈，明天的年会安排在保时捷中心旁边的那个5星级酒店，另外通知保时捷中心的店长，明天我有出好戏要拍。妹妹的手术很顺利，我坐在特护病房外的长椅上，手机突然弹出柳如烟发的朋友圈提醒：感谢亲爱的强哥带我庆祝提车前夜，某些穷鬼一辈子都吃不起这一顿吧，这就是命。米其林3星海鲜餐厅，这一桌少说也要3、4万。赵强那个混子兜里比脸还干净，他敢点这么多，肯定是算准了柳如烟会买单。可惜那张卡的密码已经改了。小陈，备车去那家餐厅。柳如烟和赵强就坐在大厅中央最显眼的位置。如烟，等明天提了车，咱们就去自驾游，去西藏，去洗涤心灵。强哥你真好，不像那个张伟，带我去吃个6块的麻辣烫都嫌贵。我站在2楼栏杆旁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。柳如烟抬头一眼就看见了我。哟，这不是刚才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张伟吗？怎么闻着味儿来要饭了？哥们，想吃啊？行啊，过来把爷的鞋擦干净，这剩下的龙虾壳赏你舔舔。周围的食客开始窃窃私语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餐厅经理看到我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他是认识我的，神行集团是这家餐厅的大股东之一。张董，今晚全场免单，除了那一桌，按最高标准收服务费。明白。这时候，柳如烟还在楼下叫嚣：经理，把这个乞丐赶出去，别影响我们食欲。这位女士，请注意您的素质。另外，请先把账结一下，一共38000元。结就结，看你啊！柳如烟掏出银行卡，豪气地拍在 POS 机上。刷卡没密码。服务员操作了一下，机器发出刺耳的滴滴声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密码错误。不可能，这卡没密码。确实是密码错误，还有这张卡显示已被挂失冻结。柳如烟的脸瞬间绿了，她猛地看向2楼的我，我正端着一杯红酒，轻轻摇晃。张伟，你改了密码，你个卑鄙小人！那是我的卡，我想改就改。柳如烟慌了，转头看向赵强：强哥，你先垫上，回头我取了钱还你。哎呀，出门急，忘带卡了，手机也没电了。没钱还点这么多，吃霸王餐啊？谁吃霸王餐了？我有保时捷，这把钥匙押给你们。这车100多万呢，比这顿饭绰绰有余。经理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强忍着笑意：女士，不管这是真车还是打火机，我们只收现金。你瞎啊，这是保时捷车钥匙，你是不是不识货？我看火候差不多了，转身对着小陈：走吧，好戏明天才正式开场。身后传来柳如烟的哭闹声和赵强的推卸责任声，像极了2条被围困的疯狗。这一晚他们注定要在派出所度过。你敢信？刚离婚的女人拿着丈夫公私分的保时捷钥匙去 4S 店提车，在大厅里按下了解锁键，竟然窜出一簇蓝色的防风火苗。第二天一大早，4S 店门热闹非凡。我坐在2楼的贵宾室里，张董都安排好了。楼下赵强举着手机正在开直播，标题取得很劲爆：喜提保时捷，打脸穷逼前夫，见证人生巅峰。家人们，今天带大家看看什么是实力，嫂子凭本事挣的豪车。柳如烟来到前台，把那个打火机往台面上一拍：叫你们经理出来，我来提车。女士，请问你有提车凭证或者订单号吗？要什么订单号？这就是凭证，这是神行集团发的奖品，我是优秀员工。前台查了一下系统，一脸茫然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系统里没有您的记录，而且神行集团的奖品车好像不是这么领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赖账？信不信我投诉你，把你们经理叫来？这边的动静引来了不少看车的顾客，大家围成一圈看热闹。销售主管走了出来：女士，您确定这是车钥匙？废话，保时捷我不认识吗？你看这做工，这质感，除了真的还能是假的？赵强把手机镜头对到主管脸上，
看见没？这就是格局。你们这帮打工的懂什么？直播间弹幕开始刷屏，这就尴尬，难道是因仓宽？怎么看着有点像拼夕夕9块9那个？女士，那能不能请您演示一下解锁车辆？演示就演示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。柳如烟拿着钥匙，转身对着展厅中央那辆红色的保时捷911，用力按下了解锁键，竟然窜出一簇蓝色的防风火，全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。柳如烟整个人僵在原地。不可能，这是搞错了，是张伟，肯定是张伟那个王八蛋调包了。我的真钥匙呢？肯定是他偷了。赵强也傻眼了，直播间里全是嘲讽。这时我走了出来，不用找了，没有调包。张伟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把我的真钥匙藏起来了？快还给我！他冲过来想抓我，被保安拦住。柳如烟，那就是个打火机，那是年会发的阳光普照奖，拼夕夕批发价9块9包邮，还送一瓶充气罐，你连全勤都拿不到，还想要优秀员工？你胡说！你一个修车的懂什么？你就是嫉妒我，这肯定是公司搞错了，或者是你买通了他们。王翠芬见女儿吃亏，立马开启撒泼模式，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嚎丧：欺负人了，黑店欺负人了！明明发的是车，给换成了打火机，还有这个没良心的前女婿联合外人坑我们孤儿寡母啊！赵强见状，眼珠子一转，觉得这是个翻盘的机会。家人们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资本的丑恶嘴脸，这就是前夫的报复，我们要维权！我看着这群跳梁小丑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店长，一直站在旁边的店长立刻上前一步，90度鞠躬。张董，您吩咐。这一声张董像个巴掌一样扇在所有人的脸上。张董，他叫你什么？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神行汽修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，也是我们保时捷中心最大的投资人，张伟先生。柳如烟彻底傻了，她看着我，眼神里从震惊变成了不可置信。不可能，你明明就是个修车的，你每天一身机油味。那是我的爱好，我喜欢修车，但不代表我靠修车养家。我伸出手，店长立刻把一把精致的钥匙恭敬地递到我手里，我按下解锁键。展厅中央，那辆红色的保时捷911缓缓展开，我走过去点火，引擎的声浪瞬间炸响。这辆车确实是神行集团的奖品，不过它是我的自用款，不是给你的。柳如烟手脚并用地爬过来，死死扒住车窗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是爱你的啊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这车是咱们家的，对不对？我是你老婆啊，咱们复婚，马上复婚。王翠芬也反应过来了，好女婿，妈就知道你有出息，妈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，咱们是一家人啊。赵强站在后面悄悄把直播关了，想溜。就在这时，昨晚那个餐厅经理带着2个警察走了进来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，昨晚乐意消费3万8，押了个假钥匙就跑了。柳如烟，赵强是吧？涉嫌诈骗和寻衅滋事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柳如烟看了看坐在豪车里高高在上的我，张伟，救我！你那么有钱，帮我还了这3万8行不行？一日夫妻百日恩啊！3万8，哪怕是3块8，我也不会给你们划一分。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绝望还在后面。3天后，柳如烟出来后跑到了神行集团的大楼下，拉起了横幅：千亿富豪抛妻弃子，神行集团董事长张伟家暴逼死原配。他还挺着个肚子，虽然才离婚几天，但他声称已经怀孕3个月了。张伟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可以不要我，但你不能不要你的亲骨肉啊！柳如烟拿着大喇叭在楼下哭诉，引来了无数路人和网红围观。我站在顶楼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的闹剧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张董，法务部已经准备好了，警察也到了。走，下去看看。柳如烟看见我出来，哭得更大声了。老公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孩子想爸爸了啊！各位，既然李女士提到了孩子，那我们就来聊聊孩子。这是我3年前的体检报告，因为一场意外，我早就失去了生育能力，并且做了结扎手术。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柳如烟的哭声卡在喉咙里。所以，李女士，请你告诉我，你肚子里这3个月的孩子是怎么来的？医学奇迹吗？还是无性繁殖？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，原本同情她的路人，此刻看她的眼神充满了鄙夷。这……柳如烟慌了，下意识地看向人群中的赵强。赵强本来还在直播蹭热度，听到这话，手机直接下掉了。他以为孩子是他的，所以才敢这么嚣张地帮柳如烟闹，想着能讹一笔抚养费。我笑了笑，又拿出一份文件。哦，对了，为了帮李女士搞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我特意让人去查了一下。根据李女士的开房记录和孕期推算，孩子的父亲应该是那位健身房的 Tony 教练。这下连赵强的脸都绿了，从人群里冲出来，狠狠一巴掌扇在柳如烟脸上。你说孩子是我的，你骗老子帮你顶雷，原来是那个死教练的种。赵强，你敢打我？你不是说爱我吗？我爱你大爷，老子为了你差点坐牢，你拿老子当猴耍。赵强气疯了，上去就是一顿暴打。敢打我女儿，老娘跟你拼了！3个人就在大门口扭打成一团。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对身后的警察点了点头。警察同志，这几个人涉嫌寻衅滋事、诽谤，还有公共场所斗殴。柳如烟被拖走的时候，还在绝望地喊着我的名字。
张伟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救救我！柳如烟和王翠芬出来后，知道硬碰硬不行，就开始玩阴的。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开了个新号，每天直播卖惨，哭诉我怎么家暴，怎么逼他净身出户，甚至编造我有特殊癖好。赵强虽然恨柳如烟，但为了钱，竟然也跟他们联手了，扮演正义路人作证。这三人组居然还真直播带货卖起了三无面膜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想玩流量？行，我陪你们玩马大的。我注册了一个账号 ，ID 就叫修车工张伟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伟，我不卖货，不求打赏，只放证据。我直接切换画面，监控里柳如烟和赵强在楼道里互啃的画面一清二楚。紧接着第二段餐厅监控，柳如烟嚣张的拿打火机抵债，辱骂服务员，赵强让我擦血。第三段 4S 店监控，王翠芬撒泼打滚讹诈，柳如烟点火烧车。最后我放出了一张长长的银行流水单。这是过去3年我给柳如烟一家的转账记录，一共320万，还不包括那套被他们霸占了3年的房子。我养了他们一家3年，换来的就是废物、穷鬼和背叛。我不想卖惨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善良不是给狼吃的肉。舆论彻底反转，网友们涌入柳如烟的直播间，把他们骂得不得不关播，平台封禁了账号，还要面临之前带货假面膜的巨额赔偿。当天晚上，王翠芬给我打了个电话：“张伟啊，我是妈，不，我是阿姨，能不能借阿姨10万块钱？就10万，救命啊！”没钱。张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那些人泼油漆，还要抓如烟去抵债啊！那不是正好吗？他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值钱吗？后来我听说，王翠芬为了自己不被打，竟然怂恿自己的女儿去陪那个大哥抵债。如烟啊，你就忍一忍，赔1晚就把债清了，总比被打死强啊！柳如烟也是走投无路，再加上被赵强花言巧语骗了一通，于是她真的去了那家 KTV。一屋子的纹身大汉看着她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块肉。柳如烟想跑，被赵强堵在门口。嫂子，既来之则安之嘛，帮兄弟一把，也帮你自己一把。柳如烟在包厢里受尽了屈辱，趁着上厕所的间隙，给我发了一条短信。救我！我看着手机，沉默了3秒。救，当然要救，我可是守法公民。我反手把短信和定位转发给了市局扫黄大队的大队长。哥，你不恨他们吗？恨，那太浪费感情了。我只是帮他们走上了该走的路。法律是公正的，他不会放过坏人，也不会冤枉好人。我只是那个热心的朝阳群众罢了。